你想象过吗？有一天早上打开店门，正准备开始一天的生意，却发现刷卡机里的账全被冻结了。不是一台机器的故障，而是全日本2万多间餐厅、居酒屋和沙龙，在短短5天之内，高达53亿日元的血汗钱瞬间蒸发。这不是电影情节，这是2026年日本最大规模的金融灾难——全东信破产案。一家负债超过1151亿日元的支付巨头，竟然靠着极其粗糙的手法，在银行眼皮底下做了20年的假账，把63家金融机构骗得团团转。这家隐藏在刷卡机背后的深渊巨兽究竟怎样垮台的？为什么连日本政府都紧急跳出来救火？今天我来为大家彻底拆解这场震惊全日本的千亿破产迷局。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和田先生，我是 Alex。要把这件事说清楚，我们先得搞懂一个问题：全东信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全日本有这么多餐厅没它不行？在正常的商业世界里，你吃完饭刷卡，钱不会马上掉进老板的口袋里，信用卡公司要结算，通常要等上2周甚至1个月，钱才会汇进商家的银行账户。对于大型连锁集团来说，等1个月没问题，但对于中小企业的居酒屋、拉面店来说，这简直是要命。因为他们每天早上要去菜市场买新鲜食材，要付店员的工资，还有每个月的租金，手头上没有现金，就算账面上有赚钱，店铺也会因为发不出钱而黑字倒闭。全东信就是看准了这个痛点，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7年大阪的饮食互助组织。到了2006年正式设立公司，他们推出了一个让小老板们爱不释手的神级服务——早期入金，其实就是金融界说的应收账款贴现或保理服务。简单来说就是你刷卡我先垫，消费者在餐厅刷完卡，全东信在3到5天内，甚至天天，直接把扣掉手续费的现金垫付给老板，然后全东信自己再慢慢去向主流信用卡公司，像是 Visa、Master、JCB 收回原始款项。因为解决了餐厅的救命现金流，全东信巅峰时期服务的商户高达20万家，近半年活跃的店家也维持在3.2万家左右。再加上他们有主流发卡机构的官方授权，甚至是 Visa 的国际收单代理人，大家都觉得这家公司背景硬，信用极高。但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完美的金流管道背后其实是一个极度脆弱的以债养债钢丝游戏。这么牛的公司怎么说倒就倒呢？这一切的崩塌由2场风暴引爆。第一场是疫情与科技冲击。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餐饮和夜生活店铺被迫停业，全东信的营收从80亿日元腰斩到50亿，连续2期遇到巨额亏损。另一方面，手机二维码支付在街头普及，全东信不得不调低手续费来抢客户，利润越来越薄。这时候他们告自己赚的钱已经不够还银行利息了，只能狂借新债还旧债。第二场是致命的合规丑闻。2024年1月，东京警方抓人，全东信的高层被查出，为了赚钱，竟然用假名义帮那些根本无法通过审查的敲诈暴力酒吧违规签约。这下踩到了金融界的绝对红线，防止洗钱与涉黑。对反洗钱极度敏感的63家合作银行立刻翻脸，集体启动雨天收伞，停止借钱，拒绝展期。全东信的资金链瞬间断裂，最后只得向法院申请破产。
但精彩的来了，当破产管财人进场一查，才发现全东信账上据说有24.8亿日元的盈余全是假的。实际上，公司早就资不抵债，高达605亿日元。他们长达20年用了5个连银行都骗过的劣质造假手法。第一是凭空制造170亿假存款，账上写有170亿现金，实际查账发现接近零，直接虚构存款证明来骗银行授信。第二是编造154亿架空债权，捏造假的交易和别人欠他的账，拿假的收据去充当资产。第三是88.2亿的无形商誉大挪移，花了151亿天价向社长自己控制的关联小公司买一个毫无价值的营业权，钱汇出去以后，最后以红利分配流进了老板私人口袋。第四是不动产左手卖右手，把名下的自家公司大楼在自己控制的不同公司之间高价倒买倒卖，人为制造资产增值的假象。第五是最狠的一招，隐匿217亿对店家的应付款。他们把从卡公司收到理应在这几天付给店家的217亿日元垫付款，故意不列进负债里，只要不记账就没有欠钱。全东信这一诈，全日本的金融圈和中小企业直接经历了一场大地震。首先是金融机构的坏账风暴，63家银行和信用组合总共踩雷1151亿日元，其中最大的债权人是竞基产业信用组合，单一家就被套了将近220亿日元。群马县的东和银行甚至因此一口气把全年的净利预测全数抹平，直接转盈为亏。连网络群众募资平台 Bankers 也踩雷21亿，大量追求高息的个人散户跟着遭殃。但跟银行比起来，最惨的是街边那2万多家无辜的小餐厅与店家，就在破产前的短短5天内，也就是7月1号到5号，系统处理了2万件价值高达53亿日元的刷卡款项。破产一启动，这53亿被法院列入普通破产债权。在法律清偿顺位里，无担保的小商户排在最底层，这代表老板们辛苦炒菜剪头发赚来的53亿血汗钱，有极高概率1毛钱都拿不回来。更残酷的是会计学上的双重暴击，虽然老板们从全东信那里1分钱都没领到，但只要客人刷了卡，这在税务上就已经是已实现的销售额。这代表了什么？代表店家明明血本无归，却依然要为了这笔虚无的营业额向政府缴纳足够的消费税和所得税。这不是在伤口上撒盐，这是在伤口上开枪啊！看到这里，你一定会拍桌大喊：一家公司能造假20年，骗走1000亿日元，日本的监管机构是在睡觉吗？政府难道没有责任吗？这就得说到日本金融法规里一个极其尴尬的灰色盲区了。在日本，如果你是直接借钱给消费者，或是做分期付款的公司，你必须受到割付贩卖法的严格监管，归日本金融厅管。资本额和流动性天天都被精简盯得死死的，但是全东信在法律上的分类是结算代行业者，因为他们垫钱的对象是商户，而不是个人消费者，他们只是在中间做支付技术代办。结果就是他们在现行体制下只归经济产业省，当作普通的商务服务商来管，完全不需要接受金融厅那种穿透式的流动性审查与资金监管。全东信干着影子银行吸收庞大资金、高杠杆放款的活，却享受着一般小型公司的宽松监管。这种监管权责与实质风险的巨大脱节，就是给了经营者20年来肆无忌惮做假账的温床。这当然是监管体制上难以推卸的系统性疏忽。事态这么严重，
日本政府也坐不住了。7月10号，经济产业省和中小企业厅紧急推出了3项救火方案。第一是设立特别咨询窗口，在全国各大官方金融机构开设救济窗口。第二，放宽安全网融资，降低门槛，借低息紧急救命钱给发不出薪水的店家。最后是启动安全网保证1号，针对被全东信欠钱的商户，信用保证协会提供100%全额保证的特别融资额度，帮大家先撑过这个夏天。另外，破产管财人现在也拼命在跟发卡信用卡公司协商，希望让破产后部分终端机来不及锁定而产生的新刷卡交易，能绕过全东信的破产清算账户，直接把钱还给受害店家。但政府现在陷入了一个极大的监管两难。工业大臣赤泽亮正就在记者会上坦言，政府正在考虑对全国的结算代办公司进行全面普查，但是他们不敢直接修法收紧监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强制要求代办公司一定要有几百亿资本，或者必须把店家的钱放进第三方托管，成本绝对会直线飙升。这会带来2个副作用：第一，结算手续费必定大涨，最后转嫁到餐厅和消费者身上。第二，深受小店家喜爱的天天快速拨款服务可能会直接消失，反而会伤到全日本的中小企业，拖慢日本无现金社会的转型。全东信这棵20年的老树倒下，给全日本甚至正在积极推动行动支付的亚洲社会上了一堂极其昂贵的课。这场案件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在无现金化的时代，那些帮我们处理刷卡金流的中介代办公司早就不是单纯的后勤软体厂商了，他们是传导整个实体经济血液的金融毛细血管。我们总以为数位支付就是手机逼一下，卡刷一下，极致便利的背后是靠着复杂的信任链条与资金融通在运转。当血管因为合规危机或是财务造假发生梗阻，倒霉的永远是那些缺乏抗风险能力的最基层商户，最终甚至引发整个实体消费市场的连锁休克。各位观众，你觉得政府该不该立法强力监管这些支付代办公司呢？如果加强监管会导致未来刷卡手续费变贵，或是店家无法快速拿到钱，你又支持哪一种选择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我们来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这期为你揭开金融巨头迷局的深度分析有帮助，请务必帮我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是和田先生的 Alex， 我们下期再见啦。